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高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王玉明委员、张思刚议员。俄罗斯、乌克兰还继续在打啊！俄罗斯最近的拼命去空袭了乌克兰12小时啊，有600架无人机去袭击啊，40、70伤。我想呢，乌克兰那边呢、基辅啊那边大概都已经很习惯了无人机来了啊，所以该防空、该避难的大概也都差不多了。否则的话呢，他们其实死的人是并不多啊，一定都躲起来了啊。那否则600架无人机去啊，这个那个结果，如果是没有防患的话呢，可想而知啊。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飞弹残骸命中波兰驻基辅的大使馆，哦，然后呢，天花板打破了，进到厨房去，哦，直接进到厨房哈。那另外呢，这个波兰部分的空域出动战斗机哈。那换句话说，波兰大概也关闭部分空域，这个部分啊，有一些空域关起来，战斗机出来，怕俄罗斯再过去啊。之前还有到波兰呢，有到这个爱沙尼亚去哈。泽连斯基说，普丁不会等到乌克兰战争结束就会去打欧洲其他的国家，所以欧洲应该设防哦。泽连斯基因为一直觉得说他自己在单打独斗了，你们北欧这些国家不够积极了，所以说小心了，下次就打你们，下次打你们，你们还不赶快来帮我哈。那这个俄罗斯外长说，暗讲没有指明了，说这个普丁说川普大概瞎了眼，他只有政治上的这个盲人才会期待乌克兰能够重回2022年以前的领土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我相信川普也知道不可能了，只讲要这样讲啊，你可以拿回来啊，然后是你欧洲的责任啊，给你们欧洲一些压力嘛哈。那另外呢，说如果有人企图在俄罗斯领空击落任何飞行任何物体，就是侵犯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哦，那后果自负啊。那另外乌克兰最近也蛮厉害的，他去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施，哦，他一方面减少外销，一方面让你这个没有能源哈，所以呢，这个一座新的石油棒的这个站呢，又被这个乌克兰打。俄军说他占领乌东3个村庄。但是我觉得你占领村庄没有打你这个炼油设施严重哈，所以已经造成俄罗斯的汽油短缺，而且它有一个能源的运油的车子好像被攻击哈。现在克里姆林宫已经禁止燃料的出口了，我自己都不够了，我现在不能出口了。那你不出口你就没有钱可以赚了啊，你没有钱赚，你这个就很麻烦了哈。那路透社说，最近有14%的俄罗斯炼油厂都被乌军打瘫了，就不能生产了。所以这个乌克兰看来就专门找你的要害去打啊，他领土已经，我认为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打你的这个关键设施，我们看一下。爆炸声接二连三，不只是无人机空袭，还有飞弹来袭。乌克兰首都基辅28日夜晚遭俄罗斯大轰炸超过12小时，是俄乌开战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波攻击。空袭期间，基辅地铁又变成防空洞，民众克难的打地铺，希望恐怖的一夜赶快过去。乌克兰居民指控俄罗斯又锁定民宅攻击，这晚至少4人罹难，死者年纪最小只有12岁，还有70多人受伤。Комнату взять телефон, ну як извини за выражение. Чмошники, блядь. 一夜过后，基辅多地民宅起火，警消疲于奔命。It's one more example of genocide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against capital of Ukraine. 这场以基辅为主的大空袭，乌克兰其他地方也有被炸，涵盖东部、中部、南部地区的诊所、工厂与住宅都无法幸免。Фактично протягом цих тижнів, коли тривала Генеральна асамблея ООН, Росія буквально кожен день, кожну годину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ла для ударів по Україні. Дуже підл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普京拒绝所有和平协议，本周将跟欧洲盟友共同努力，尽快落实防空系统协议。好，那么泽连斯基放狠话啊，说如果你俄罗斯让我这个基辅停电，我让你莫斯科也停电。我们看一下。
俄罗斯斯摩伦斯克州货运列车与卡车相撞，爆炸起火。事发地点就在白俄边境，一节节火车车厢脱轨翻覆，陷入火海，黑烟笼罩整片天空。但不少俄罗斯人认为这不是单纯意外。目击者贴文讽刺写下：有时候乌克兰人什么都不必做，俄罗斯境内就会自己起火，暗指乌军搞鬼，蓄意破坏燃料运送。Наприклад, в столиці України, то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в Кремлі, що буде блекаут в столиці Росії. 乌军攻击直指俄罗斯能源设施，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加油站大排长龙，驾驶为一点点油苦等好几小时，因为其他加油站都变成这样。加油站油罐车烧成焦黑，燃料极度短缺之下，俄罗斯每公升油价飙破台币25元。俄罗斯共产党成员站在加油站前举牌抗议，石油再降价，汽油却在涨价，实在荒谬。但克林姆林宫已经下令禁止燃料出口。俄军反攻则是针对平民，一口气投下15枚炸弹，打击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住宅区，门窗玻璃都被震碎，屋内一片狼藉，还有扎波罗热一间超市也被炸成废墟。来，凤喜。其实乌克兰这场战争，它是不是惨烈的，还是非常惨烈的啊？那么，我们虽然说现在，我觉得乌克兰对他来说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从2022年，然后面对俄罗斯的入侵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啊。本来呢，它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惨烈的地方，应该所有人的焦点都在他身上。我相信乌克兰一定觉得说，这全世界为什么焦点不在他身上了？因为有另外一场战争，不要忘了，以色列入侵加萨走廊的这场战争也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了。这世界上的惨烈没有办法比加萨走廊更惨烈。所以乌克兰被袭击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各种伤亡，是不是我们人生的悲剧？是人类的悲剧。可是它的惨烈程度永远比不过加萨走廊，所以让它其实确实是有悲，反而不见得在国际上面真的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注意。目前呢，对俄罗斯来说，他看准了一件事情：第一，美国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前一阵子大家说，你看泽连斯基跟川普见了面，成功的说服了川普战略上面的改变了，他告诉大家说，乌克兰应该可以夺回他自己的领土，但他的前提很清楚，在欧盟的帮助下，他甚至于不提北约，他提的是在欧盟的帮助下。所以如果乌克兰拿得回来，那必须欧盟大力的帮助；如果乌克兰拿不回领土，那跟我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欧盟的错，欧盟没有权力的资源。所以川普的态度没有改变，川普仍旧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他可以卖武器给欧洲，让欧洲给乌克兰武器，但他自己是不会再军援乌克兰的。那么当俄罗斯看清楚了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他所有的攻击以及往前的蚕食就可以不断的往前进。快要进入冬天了，欧洲尤其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冬天，所以能源战争势必会成为一个关键当中的关键。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卡住的就是乌克兰的天然气；对于乌克兰来讲，它能做的事情就是趁着你俄罗斯其实还没有做好你所有的相关炼油设备它的防空的事情，然后你本来以为说你已经摧毁了这个乌克兰的所有在空中来的这个攻击，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乌克兰在无人机经由这几年的战争发展的速度这么快，所以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当然也受重伤。可是问题是，他能够改变战局吗？坦白说，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战局。他现在唯一的影响，除了俄罗斯自己的不变以外，就是国际油价的上涨。我们看到北海布兰特原油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已经涨到1桶70美元了。1桶70美元，当我们曾经在过去这3年多的时间，曾经经历过90多美元，甚至于接近100美元。
元，好像70块美元，并不是非常的高。可是如果你拿今年以来，尤其是川普上任以来，他的关税其实造成的蠢欲动的通膨，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眼看着10月美国进入了这个消费的旺季，很多的企业其实包括像是沃尔玛，他们都已经在预告，他们10月要开始涨价，就是他们之前所吸收的关税成本，要趁着消费旺季把它转嫁到民众身上。所以他10月的 CPI 如果按照高盛的估计的话，现在60%以上是进口商在承担，那么到了10月之后，很可能就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这个物价本来就已经蠢欲动，可是本来川普非常引以为豪的，就是不断控制的油价，现在看起来可能会因为这一连串的能源攻击，会造成国际油价上面的上涨。而这件事情到最后，川普如何的认定？我们觉得乌克兰的声音很大声，在国际上面就道德的层面来看，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声音很大声，但他能够因此而挽救他国家的命运吗？我还是不看好。乌克兰的人民啊，这场战争惨烈，乌克兰的人民真的是可怜啊！你看这一次俄罗斯28号这个攻击，它不只是基辅，是好几座城市哦，连续12个小时，几百架的无人机的同时，造成4个人死亡，而且战争还在执行当中。我为什么说它很可怜也很惨烈？因为美国无心，欧盟无力。欧盟很多人都出来喊，一段时间就出来喊。现在问题是，欧盟到底有多少的先进的武器，多大的一个军队可以去帮这乌克兰？看起来是没有的嘛。更严重是什么？美国的无心。川普上台以后，他不只是把一度把那个军队撤出来之后，他连那个武器全部要跟你算账，要你在买了这个同时，还叫现在是变成什么？要你去买武器去打仗，所以一个无力、没有能力去保护你的欧盟，又是一个已经无心。他已经是一个重大改变的地缘关系的这个川普之下，我觉得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再打下去，还会更可怜。那没有说，现在乌克兰能做什么事情？刚刚赵大哥讲，你去打他炼油厂，你现在打瘫了他14%，又怎么样？没有错了，俄罗斯这段时间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相对之下，战场在哪里？最可怜的人就是在那边嘛，对不对？家破人亡的是乌克兰，而且看起来整个那个局势。看起来没有短时间不会是改变的。川普本来上任的时候还讲上来以后马上就可以停止战争了，对不对？没有，而且现在看起来他有段时间里面还一直在拉拢这个俄罗斯跟这个川普，整个战略都已经改变了。所以老实讲，政治是非常现实的啦哈。就是说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讲说我们可能要去可怜或者帮这个乌克兰，可是从整个政治情势看起来不大可能。相对我们要提醒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这个。是不是我们台湾现在整个关系的美国川普前阵子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要今年我们的4亿的美金竟然可以临时去喊卡。川普这段时间开始跟习近平要碰面了，他直接喊出来不是说你不支持台独，等一下我要讨论一下。他说你要从川普的嘴巴里面讲出来，我美国是反对台独的。然后2大国开始可能坐上来谈判桌的时候，我们变成菜单上面的人家选项了。所以自己要争气。乌克兰的这个窘境跟他的困境，也有可能是台湾很大的一个困境。我基本上像这个乌克兰啦，或是像现在这个哈马斯啦、巴勒斯坦啦都是在道德上是受人家同情的，但是道德的制高点没有办法救他，他的人民还是很痛苦的。所以在国际现实上，实力是唯一的真理，道德那个只是嘴巴讲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习近平跟川普这个10月在韩国可能 APEC 场边会谈了然后呢，习近平邀川普呢明年初说到大陆访问那《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施压美国，要美国明确表态反台独，什么意思？美国一向的讲法是不支持台独，那中共的讲法是反对台独，那美国呢不讲反对，讲不支持那当然就是轻重是有差别的，反对你不支持不支持那但是呢，习近平可能觉得川普是可以交易的所以就你 TikTok 让给你将来看能不能再用其他方式来交易，让你美国明确的讲反台独不过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是很支持台湾的，是很反共的所以我有点怀疑说，如果川普就算是想这样做，卢比欧会同意吗？而且川普看起来蛮重卢比欧，卢比欧现在兼好几个事情在卢比欧身上
那另外呢，这个而且川普有那么笨吗？川普想说我就轻易讲了，那你到底什么东西给我？我一次交易还是要多次交易啊？川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哈，所以到底会怎样？这只是我觉得《华尔街日报》也是故意警告了，好让美国这些反对北京的人赶快出来制止川普，先警告他，不要川普哇就讲了哈。那国外人士说，台湾的国外人士啊，说台湾还是美国战略的核心利益，就是说可能意思就是说，要川普讲这话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台湾在美国你并不是什么都一无是处的，还是有用的啊。但是差别是说，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大陆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这是有差别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说呢，就是双城论坛延期了。哦，那梁文杰说呢 ，MOU 的审查细节到底是因为这个，还是北市府跟大陆方面磋商困难？你们不要老是怪我们什么中央民进党嘛，共产党你们也去怪一怪啊，共产党搞不好也给他穿小鞋啊，不是只有我们扯后腿啊，搞不好两边都给你穿小鞋啊。那说呢，因为呢，它牵涉到一个就是人力中介一个水库机密，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讲着要治河啦，河岸的治理一个是呢。这个职业教育的交流，所以呢，职业教育他们就说呢，要台湾学生在大陆工作，要大陆人呢学生到台湾来工作，这违反我们的法律，大陆人在台湾不能工作。第二个呢，说要把翡翠水库的图啊，台北市下水道的机密啊，都给上海，所以呢，这个不可以。台北市政府就是说，你这个乱讲嘛，不要台北市政府，我听都觉得是乱讲。对啊，是不是水库机密？翡翠水库下水道，大陆要这东西干嘛？不是很奇怪吗？而且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多了不起啊！我记得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曾经受到法国环保部长的要求，或者后来选法国总统那个女部长就当时环保部长去了以后呢，刚好那天台北市的公务局长也去访问，后来他们的经济部长什么就请我们一起吃饭。那我们的这个台北市的公务局长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台北市要搞卫生下水道啊什么这些东西，觉得焦头烂额。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们巴黎怎么解决那个地下下水道的问题？那几个部长面面相觑后说：“我们拿破仑时代就有了，拿破仑时代就有了，现在哪有这个问题？多少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地下下水道、卫生下水道，所以你要一个都市的建设，那是要多长远的规划。你到巴黎看那个香榭丽舍大道多大？”很早就要规划的，哪是现在在头痛一痛？人家要你这个东西干什么？要你这么老公上海要你下水道机密，你以为你是什么宝贝啊？对不对？第一个他也不需要你，第二个你也不会给他，这不是很好笑吗？那当时要盖翡翠水库的时候，很多人还反对啊，说不得了了，翡翠不能盖啊。那是李阳港是台北市长，我记得说一炸以后，老公呢，水库一淹，台北市、新北市都完蛋了，千万不能盖这个翡翠水库啊！告诉各位，还好有这个翡翠水库。否则的话，台北、新北经常缺水了那另外呢，这个又说有一个官员说，这双城论坛暂缓的原因是蒋万安不愿意讲9·2共识所以呢，加上呢仲介条款被人家删除，所以大陆说不讲9·2共识来干嘛？我们就不能统战你了。台北市政府是说这你们在讲什么？台北市政府说这样好了，哪个官员有个官员嘛，说匿名官员胡说八道。官员出来讲，不要匿名躲在后面。哪一个官员站出来讲，什么时候我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暂缓的？看一下。在网络疯传是要把翡翠水库和北市下水道机密图资奉送给上海市。合作的范围不可以涉及到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譬如水库、下水道是国家基础设施所以你们不可以做图资的交流。本次合作备忘录从未涉及所谓的关键设施图资，仅限于河川治理以及污水处理的技术与工法的分享，影射涉及图资的说法是恶意扭曲。因为副市长李华说 ，MOU 还没确定是研办原因之一，当中技职合作被传是要中介台湾人去上海工作。北市府澄清，备忘录草拟内容从未涉及劳务中介。双城论坛还没确定几月举行，但台北市陆委会肯定都不想背上中断罪名。来，这个世刚，你台北市议员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莫名其妙的放话，基本上都是一些恶意的重伤，或是呢未来的两岸双城论坛的部分就一次在这边全部把它掐死，就不希望呢台北市呢跟上海这边未来还有继续的一些交流合作。我稍微有熟悉的 NOU 的内容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非常广泛，然后一个
合作意向的一些文字，它不会涉及到细到说，我们今天是某学校跟上海某学校交流，或者是某科室跟某科室交流，顶多是和相关的这些交流合作是由某几个局处，对方哪个单位来去做彼此的接口窗口。那未来怎么样去做交流？那再看未来去做落实嘛。所以这不会有什么细节做嘛，什么图资给你，我今天什么有多少学生去那边彼此合作啊，来做这个彼此的这个技职教育的交流。事实上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那更何况之前已经有在蒋万任内已经有2次的双城论坛，一次是前年去上海，还有一次呢去年的大概11月间。上海的副市长来台北，基本上大家也都是市政参访，也没人去讲什么两岸一家亲啊，什么9个共识啊，也不会有人说有人到白去搞这些政治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彼此在一个相互的一个回暖的过程，彼此还在摸索底线在哪里，合作的范围在哪里，不会这么快拉升到政治这个部分。更何况在这个见面的层级上面，那个时候，民进党也讲说，一定会见什么上海什么市委书记啦，就要谈政治啦，怎么样？所以台北市政府还刻意把层级就是列为就是以市长、以市政治理交流为主。所以其实民进党在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对双城论坛基本上就抱持着不怀好心的态度。那赖清德的不怀好心是比蔡英文时代更恶劣嘛？蔡时代还办了双城论坛，柯文哲也去了，好，蒋万也去了。记住，2年前那一次还是蔡英文执政哦，所以蔡英文还愿意在两岸之间放一点点窗口，彼此呢还有一点善意的往来。但是到了赖时代，这一点点小小的窗口跟善意往来，就通通一次把它关掉。所以你现在什么时候举办？蒋市府也支吾其词，基本上也不太愿意推测。那事实上，我建议陆委会，你就大大方方来个公函。上面写说你的 NOU 哪里有出问题，然后这个公函内容我对哪里不满意，然后甚至呢这个对于技职交流，你甚至可以大大方问说你台北市要怎么去做所谓的技职交流，不要去把技职交流把它污名化、恶名化，所谓什么人力中介，大陆人怎么可以在大陆身份怎么可以在台湾工作？但是一点点尝试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大家就摊开来讲吧。如果你不希望两岸办这个双城论坛，陆委会就大方讲，不要再遮遮掩掩。嘉宇当过议员，到底怎么回事？中央对于双城论坛绝对是乐观其成，尤其是梁文杰哦，他过去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时候，也曾经跟着柯文哲一起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所以他非常了解整个过程里面，他也一再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双城论坛本来陆委会都想要发证，他也不知道说到底北市府跟上海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大家还记得林奕华副市长还特别出来讲说，就是双方在 MOU 的细节有一些谈不拢的地方哦，中央的要求都比较过去，并没有特别增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啊，蒋万安被视为是未来这个国民党政治明星，有没有可能参选总统？这个是大家所期待或者是有可能预料的。所以过去的双城论坛，从郝龙斌在当市长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一次，那时候确实对于大陆来讲，他们当然觉得说台北市长就是未来的总统的候选人，所以他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彼此之间不管说市政或者是刚刚讲的商业帮助台商，或是等等有一个好的交流之外，在政治上当然两方都想要取得一定的一个诠释或者是这个表态。那到了柯文哲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柯文哲想选总统的时候就说出了两岸一家亲作为双城论坛的通关密语。那到了蒋万安，当然对中国来讲，一定会想要蒋万安未来如果你要参选总统，在这之前你能够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有官员匿名的官员透过媒体爆料传出说，台商询问说为什么今年的双城论坛到现在还没有办？结果那个官员说法是说，因为中共那边表示说，因为蒋万安不愿意讲9·2共识，所以目前就先延期。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北市政府必须要说明说，到底中方有
有没有要求蒋万安必须有一些政治上的要求，或者是要求9·2共识？另外一个就是说 MOU 的内容到底哪些细节是中方跟这个台北市政府目前双方谈不拢的？这些细节如果没有办法说清楚，当然外界会有认为说密室协商，或者是有很多不公开透明的地方，让大家会去猜测或是见缝插针。我这边很快的补充一点哦，就不用匿名官员，因为陆委会也好，或者是劳动部也好，手上都有 MOU。我建议陆委会跟这个劳动部，如果台北市政府跟这个上海市政府当初签署的草案当中有匿名官员所爆料的内容的话，你秀出来给大家看。你秀出来了之后，就叫做杀伤性武器。如果没有秀出来的话，所有的匿名官员就是造谣者，就这么简单一个态度。不过我觉得市政府我真的诚心建议台北市政府开诚布公，因为现在市政府呢好像都不愿意批评对中央台也不太讲，就说哎呀，好像一副就是我自己都吞了那你越吞，各种传言越多如果大陆方面故意给你穿小鞋，就讲出来嘛。如果中央给你穿小鞋，就讲出来；双方如果都给你穿小鞋，你就把它讲出来，有什么关系呢？就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休息一下再回来。